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？才学没有用，我们身份低微。这跟身份有何关系？范兄有所不知啊，每年春闱有多少学子？怕是成千上万吧。可是每科取的人就只有那些。届将满试传言，朝中大员挑几个，宫中定几个，太学再选几个，然后再选些名士，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的？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？那些有钱有背景的，先拜山兵，一睹头效，将来都是同僚，那些大人物自然要提拔自家门生。那有什么用啊？到了考场上，不还是拼才学吗？有人关照，胜过文思泉涌。依你所言，这科举春闱，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？杨兄慎言呐，小心身家性命啊！范兄也是啊，听过就好，别惹祸上身。考前内定，考场如过场，这不就是舞弊吗？本来就是。小声些。可我也在想，若真如此，为何无人告发呀？告谁啊？那唐章的不也是官吗？那公平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公平啊！哪有这种东西？若没了公平，这春闱不就是场笑话？那他们呢？他们呀，哎呀，没这个命。这些事儿，监察院不知道吗？多少也知道些。不是监察百官吗？这都不查。能收门生的，那都是真正的大人物，不好查。有些那根本就不敢查。这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可对于他们来说，一生就这么一次机会。也有些名额是留给考场的。这不公平。慢点！真多呀！万里争流，同富龙门。是啊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！抱歉，来，王兄，我觉得你睡得挺好的啊，还有劲儿喊呢。不是，被挤精神了吗？抱歉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怎么出来了？时辰快到了，考生们就要进场，都不容易啊！一生苦读，就为了拼这3日。这3天内，考生不得离开考院，所以被褥、吃食你都带着了。平时辛苦啊！这东西带的多了，夹带小抄的机会也就多了。小范大人，掌管入院稽查一职，这头一关是重中之重。郭某不太放心，想过来看看，怕你忙中出错。郭尚书这为人也是没得说。提携后辈，理所当然嘛。靠，你又在这儿画呢？时间来不及了嘛，这得抓紧纪念一下。你放心，我查过了，既不违律法，也不犯规矩。郭尚书真是守规矩，读书人嘛，总是有分寸的。大人，这是工作日志。郭大人，这个造型正白，更有力量感啊！是吗？力量，情绪，重要的是情绪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考生怎么还不来？小范大人有所不知啊，
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这个时候考生们都忙着过这个龙门桥呢。龙门桥。 来了。诸位早上好，我是范闲，是小范师先，未来的文坛宗师啊。今日是春闱的日子，范某在这里祝愿大家，拿着智慧库的金钥，带着万卷书的头脑，顶着自信的光环，踏着好运的滑板，一路扬帆起航，驶向春闱那成功的彼岸。加油，雄起！祝福的话说完了，范某有一点丑话，也要说在前面。今日春闱，范某领了入院稽查之职。诸位身上要是有不该带的东西，烦请入院之前扔在此处。谁要是进院之后被发现了，一律取消春闱资格，绝无转还余地。范某，拜托各位了。小范大人发话，来小张。排队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东西准备好，查验身份。好嘞。下一个。这边排队。你的东西拿出来。郭尚书怎么能一直站着呢？来搬把椅子。不用，换动作查验身份还得重新画。一个一个来。小范大人，你忙你的，我这看看就走。郭尚书辛苦，应该的。用心查仔细些。哎，好。好，下一个。都来排队啊！一个一个。机场和嘉林呢？东西都准备好。在前面呢吧，丢不了。查验身份。赶紧进吧，我没瞧见小范大人。下一个。心思不行啊！来，东西放这儿。还真有人夹带小抄啊！咱是不是来晚了？瞧不见小范大人了？进门就瞧见了。大人，我知道错了。大人，学生知错了，大人，学生知错了，大人。
又是个藏小抄进考院的无耻之徒，活该，书都白读了。哎，就到我们了。听说小范大人会亲自稽查。哎，你说这诗仙，他得长什么样啊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大人！先让吃了过了。转过去。好，这边走。背书放这儿啊。哎。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敢问兄台，那边坐着的那位是何人啊？你连范闲范大人都不认识？他就是范闲。哎，背书放这儿。话。转过去。我眼花了，这不是跟咱们聊天的那位公子吗？他竟是小范诗仙。哇，真是他！去！站着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菜饼。大人，这里没有纸条。这里怎么可？出去，走。我没带小抄。这是什么？胆子真大呀！他是不想考的呀。回大人，学生不知，学生当真不知此事。我作证，杨雄才学非凡，绝不会有此等卑劣之行。叫什么名字？哪里学子？学生杨万里，泉州人士。杨万里，正是。小范大人。这不是你的门生吗？范闲跟他们见过面，看来这4个就是小范大人看好的了，不被几个人里入手。4个都下手，那就过犹不及了。挑一个。杨万里。小范大人的学生不是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觉着吧，春闱应该干净，是得干净。那就按规矩办。那就好。撤销泉州学子杨万里春闱资格，赶出考院，礼部记当，永不录用。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。说上述恕罪。恕什么罪？回上书，这东西是我方才偷偷塞进去的。这东西是你塞进去的？正是。为什么呀？在下从小读不进书，没前程可言，心里不平，就想坑个学生玩玩。什么叫玩玩？你想坑人？小人心眼坏。那怎么又站出来了？我看那个学生有些可怜，突然良心发现了。这不是纯胡扯吗？回上书，句句属实。此话谁能信？上书，别生气啊！一把年纪了，再气坏身子。小人好惭愧。你先闭嘴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杨雄绝不是这种人。郭尚书，礼部的规矩我确实不懂，能不能多问一句？请讲。您刚才说要把这考生逐出考场，
礼部记党，正是如此。那这罚的可够重的。请问他犯什么错了？夹带小抄，人品低劣。哪有小抄啊？这，小范大人，这众目睽睽，那是我干的。闭嘴！好嘞。您说这个呀，这要定罪的话，这就算罪证。要不，咱把罪证打开看看？当然得看，必须得看。我也想看看，这都写的是些什么？肉饼2钱1个，面饼1钱2个。哎呀，这饼价也是圣贤定的。哟，这卖的还挺全乎，还有卤菜。这既然是饼价，为何藏于篮中？这篮子里装的什么呀？这篮子里装的才……啊，那有没有可能是店家不小心掉进去的？又或者是我记错了？这肉饼2钱1个，确实是上等奇书，圣贤所言。要不郭尚书再查查？哎，3日用餐不可油腻啊，你得吃面饼。学生受教了啊！快进去，进去。是。你又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我睡糊涂了。胡闹！春闱稽查何等大事，罚你1个月俸银。小人认罚。郭尚书觉得呢？哦，小范大人，这边的事儿您多费心，我还得去考卷那边看看，累呀，闲不下来，闲不下来。郭尚书辛苦，郭尚书好走。谁教你的？回大人，小人是林相麾下。林相的意思，春闱若有麻烦，小人替大人接了。你自己的命不要了，用兵一时。回去转告师伯，回沪的心意我领了，春闱的事儿我自己接着。大人，邓子岳一路上暗中护着几位学子，只有杨万里被塞了职。谁干的？谢必安。那就没错了。郭征是老二的人。哎，我这不是被挤进去了吗？抱歉。郭征手段可是够恶毒的。这才刚开始，还有3天，咱们好好陪郭大人玩玩。诸位，这考院考的不仅是你们的才学，也考你们的人品。我祝各位前程似锦，也劝你们好自为之。时辰到。
程家林呢？在东二。啊。停一下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大人，该发蜡烛。小范大人如今声名玉隆，权势滔天，对你弄点小麻烦，影响不大。想要你身败名裂，必须是大麻烦，而这第一件事就是火。考院内由礼部向各号房分发蜡烛，以职责而论，这件事必定由你经手。众考生挤在一起，若蜡烛动了手脚，什么后果？火灾。若几间号房同时起火，搞不好就是一场惨剧。想要毁了你的前途，就得要这么大手笔。我有耳。先别发了。别发了。考院巡查防火一事是重中之重，而郭征在这册子里却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我猜，这就是他给大人设的陷阱。这边也都有火油。哎，大人，这即使掺了火油的蜡烛，那点着了也不过就是冒几个火星子啊，燃几个小火苗，它也不至于引起什么大火呀。不对，那要是考生在休息没盯着火烛呢？哦，那倒是。你想想，这考生们用火烛是做什么？那自然是因为考场内昏暗，把这火烛凑近考卷，照亮考卷之用。对喽，所以这火不用大，把卷子烧了，不就事儿大了吗？哎呀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听见没有？这批火烛不能用。大人，可是现在去哪儿搞这么多火烛啊？3日之内，所用火烛皆由监察院提供。还有啊，把这个麻烦转交给尚书大人。辛苦了啊！入库账册什么意思？监察院的人说，我监察院为考生们提供火烛，此乃大善之事。但是呢，咱们在商不是在官要严官啊。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守规矩。这春闱本是你礼部的差事啊，那这火烛之钱也应该由你礼部来承担。当然了，既然是大善之事嘛，这火烛之价钱呢，可以给你减上1成。什么叫在官严官？哪有这种词儿啊？再说这火烛，这监察院要插手了，咱们不是准备了吗？小范大人也有传话。郭尚书，这几日啊，范某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您猜怎么着？火光之灾不吉利啊！我就想着把这些蜡烛全换了，用我监察院的，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，都算到范某头上。当然了，您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咱就把这礼部的蜡烛检查一遍，但凡没事儿，咱就用回去。您说好不好呀？这掐指一算，是有点胡闹了。再说了，
人家都说血光之灾，哪有火光之灾这一说呀？大人，要不咱们就按照小范大人说的，自家蜡烛再查一遍。这小范大人也是忧心国事，本质是好的。那监察院的蜡烛用用也行，那还得再付一笔银钱呢。照付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说好少一成吗？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？还有运费呢。也不能耽误了考院学子不是？就照着办吧。来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小心用火，手啊，好嘞，注意安全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多谢，小心使用，谢谢，小心火烛啊，来，拿好了，好，小心用火啊，来，注意安全，谢谢，谢谢。除火之外，还有个水。考院内的清水是为考生而备，既是饮用，也为防火。若是这水有问题，那全部的考生都逃不掉。大人，这水里有毒？那不至于，那就好。水放了很久，已经腐坏，绝对撑不过3天。按大人的吩咐，医处的水缸已经抬过来了，全换了。脚步倾斜啊！这次就别收运费了，都听大人的。大人，这火烛的事儿，咱不给他弄大了吗？几只火烛被动了手脚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这种麻烦要等大火起了才算致命。那大火要是真烧起来，那就全完了，可不是吗？那他们就不考虑考虑啊，这些学子们的性命吗？你觉得呢？真奇了怪了，他们平时还有脸说什么父母官、父母官？我本来觉得自己心够狠了，没想到他们才是高山仰止。哼，这种高山呀，垮了才好。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疏漏？水火咱都排除了，衣食住行、吃喝拉撒，这吃喝呀，都是考生们自己带的，他们不可能一一去做手脚。这是干什么去的？这是出大宫去茅房的。不是隔间里边都摆了马桶吗？以前是都用马桶，可是毕竟这考成为3日，气味难闻，影响这些考生的发挥，后来就都改成去茅房了。这就是避不开的地方。
有人晕倒了，怎么回事？收卷！这小范大人做事啊，确实细致，监察院都来帮手。哎呀，这3天是滴水不漏，毫无意外，可喜可贺呀！我也早就看好小范大人。郭尚书慧眼识珠啊，礼部有了郭尚书，便如大旱遇甘霖，枯木又逢春呐。卷子收上来了，哎，一切顺利。接下来就是无名誊录，绝不出意外，尚书大可放心。小范大人，好，这几天您可是辛苦了，不如先回府上休息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得监督这个胡明抄录，陛下给的差事可不能懈怠。能者多劳。所以这就是胡明。对，人名胡住，方可秉公执断。那边就是抄录，所有的卷子我们都会统一抄一份，毕竟字体这东西啊，也容易泄露身份。细致。抄录完毕，再送去阅卷，仅凭才华取胜。我要是想做手脚的话，该怎么做呀？小范大人说了什么？我是在说呀，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，该如何行事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个玩笑可不敢开啊！我不做这事儿，我就是好奇。那绝无此事。咱不聊现在，以前也没有过呀。不拿我当自己人，真的没有。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有长有短呢？长短不一，也是标记。那边抄录去对吧？然后抄录这边也能在纸上沾些墨迹，这样阅卷的人见了也就心领神会。绝无此事啊！小范大人这是在哪里听闻的？都是传闻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没有做这种事儿。毕竟谁也不想死。开个玩笑，各位好好工作，我学习学习。
春闱放榜，一刻不能耽误。哦，那榜单呢？自然要把杨万里的名字改回来。那谁改？不会吧？是啊，可是这万一我错了一笔呢？祁年兄，凡事还是多往好处想。有什么好处啊？比方说，手抄金榜者，从古至今唯祁年兄一人耳。是啊。可是我这，不，这万一错了，哎，老邓，还是你来吧。哎，使不得。大人是吩咐，您错了。不，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。那我命也好呀，我不用做这事儿。按理说，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。大人说了，这放榜之事啊，年年都是礼部来做，他们也累了啊。今年呢，就让咱们医处替他们分担了。可也用不着这么大一张榜。大人还说了啊，这届春闱啊，要的就是个公平。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榜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公平。对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。你这话能不能过脑子啊？大人那笔字儿，啊，哎呀，确实是，大人亲笔的话会伤了自家颜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大人现在正忙着呢。陛下把这些年的春闱舞弊案，那都扔给大人了，大人正查案呢。都是些陈年旧案呐，从何查起？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我这万一写错了呢？我也是担心大人嘛。在牢里查。牢里？哪里的牢？咱医处自己的牢里，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哦。哎呀！哎呀！看看歪没歪？祁年兄，无从判断呀。这看不出来吗？委实看不出来呀。就这么着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陪我爹呀。不是，我是说医处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王启年说了，老王就让你进了。一开始不同意，然后呢？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？那当然算。他也是这么说的。
然后我就问他，那既然是暗中行事，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？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？你这什么话？居然很有道理。然后我又跟他讲，我说，范闲求我爹做事，事成之后，万一他要杀人灭口，我要是跑了不合适啊，所以我要跟我爹待在一起，待在地牢里。如果你真的要杀人灭口，大家都方便。爹，然后王启年就让我进来了，喝茶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人灭口？你不是那种人，这么信任我？也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，我就是想跟我爹待在一起。老夫也要感谢小范大人，把我从刑部调到一处，在这里住着，舒服多了。待几天就放你出去，放心，不灭口。其实，这些案子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能查吗？查，是能查呀，但是查完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能往城围里塞人的就那么几个：太子、皇子、长公主、林相、陈院长，还有军部老秦家，这几个，哪个能治罪啊？放心，我不傻。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。小范大人明鉴。背后的动不了，还有办事的。从中调停，收取钱财，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。动一批吧，最起码几年内让动了心思的人知道害怕，这样公平多少也能保住些。要查办事的，差不多都是礼部的。礼部清官多还是贪官多？大人，你觉得拿多少银子算清官啊？郭先生莫开玩笑，是大人先开的玩笑。那就一个一个查，犯错的都不放过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给你列个名单。这些人办事毛躁，从他们开始会简单些。麻烦了。其实这案子最重要的是那些苦主。什么苦主啊？那些被诬陷的、被收买的、被改名换姓的考生们，他们就是苦主。办案嘛，总得需要原告嘛。多谢郭先生提醒。不要谢我，是天下学子，该谢小范大人。严重吗？扫清积弊，还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，再怎么谢，都不算重。谁找我？往门走。小贤贤，太保，快进来！你出来吧！你进来！你出来嘛！你进来吧！哎呀，你就出来吧！你进来我就出去。我进不去，你快出来嘛！快！刚才叫你进来，你怎么不进来啊？不行的，这里是你办差的地方，如果我进去做错事的话，别人会笑话你的，你就该没面子了。胡说，谁敢笑话你？进来看。不行啊！我就来看看你。谁带你过来的？袁先生啊！啊，就他一个？袁先生陪着，爹放心。那肯定的。小贤贤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爹要请你喝茶。世伯要是找我，随便找个人叫我一声行，干嘛还让大宝亲自跑一趟？大宝啊，他自己也想你啊。大宝性子纯真，难免会受欺负。
以后麻烦小范大人多照应着点儿。话里有话。大人，您想多了啊。老夫还有些杂事要办，麻烦小范大人陪着大宝回府。你忙你的。放心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护着大宝。袁先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古古怪怪的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唐人太小了？有可能。陛下让你查近年春闱舞弊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不瞒你说，这些年往榜单里塞人的事，我确实也做了不少。真要查，第一个查我就行。别看了，没试探。说真的，这能怎么真啊？你接手此事，转眼间全城传遍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要让你借机扬名，为接手内库做准备。我知道，今日上殿，陈院长提醒我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真要查，查谁？查谁都是祸事，不小心就会树敌无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查我算了。我提前弄几个人，到时候扔给你。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，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儿。做官嘛，过于悍勇，下场堪忧。世伯真是如同蜡烛一般，什么东西？燃烧自己，照亮了我。乱七八糟，什么歪理？还没来得及谢过世伯。春闱那天，你也替我考虑着。你自己做得很好，我的这些安排，你都没用着。这份心意一时难得。我这个位子，一人之下，既然能护着你，就多护着些呗。啊，总得给你些时间，待你抽枝发芽，亭亭如盖，就该靠你护着林家了。绝不相负。也不必如此认真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就退。你且安心，万般烦扰都有我在。哎，这袁先生去哪儿了？我等着他下棋呢。要是我悔一步，这盘棋我还能赢啊！袁先生不是办事儿去了吗？办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不是你安排的。去见男的还是女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袁先生，瞧上去一本正经的，我早猜他倒麻着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外边藏着个偏房啊？你有没有偏房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板儿。死离离没有，海棠朵朵没有。哎呀，还有那抱月楼圆梦，这个真没有啊，这个真没有。前面两个也没有，师伯您这套下的也太快了。
你终于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那么大一张榜啊！我这一笔一画都不敢错呀。哎呀，这要是有点儿，哟，您给这么大一点呢？哎，我这一下就好多了。哎，全抄完了？哎呀，抄完了，总算是把杨万里这名字呀给改进去了。那就好，明天照常发榜。不，您不看一眼呢？没这必要。不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信得过你？哎呀，就大人这话啊，王某就像是，沉舟处见浮木，寒冬中遇暖阳啊。行了行了，少点套话。哦，大人，您让我查颍州的案子，查清楚了，这当年呀，的确是陈家被灭满门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就是您领旨彻查舞弊之事啊，这已经在这坊间都传遍了啊。您，小范大人啊，现在在这读书人心目当中啊，那就是济世之才啊，亘古之光啊。有点过了吧？就是这些传闻呐，它好像都是从咱们院里边传递出去的。那就是陈院长的差事，陛下的指使。哎，大人，您说这是不是想借春闱之事，让您领袖文坛呢？我是真看不出来，我这样一个孤臣，却养这般的名望，陛下到底是想做什么？老王啊，平时遇到其他人，我觉得自个儿挺聪明的，可唯独遇到陛下，是真看不懂啊。陛下，范闲已然接了春闱旧案，证人可以随时登台。陛下以为什么时候可以安排？别影响放榜。明白。放榜之后行事。这旧案背后的事儿，范闲接得住吗？他没得选。你们也不帮着出主意。陛下没有旨意呀。你又不是木偶。臣愿意当木偶。你投了9支箭了，都没中。好，朕再赏你1支。你刚才不是说一切听朕的旨意吗？来，朕命令你，此箭必须投中。臣不善此道。投。陛下，中了！都这个时辰了，陈院长辛苦了。
我瞧这陈院长，您今天心情不错哎。侯公公也看出来了，好眼力。过去，我送您出宫。这段路我认识。不忍心者，牵绊，物累而已。别急，以您的学识，一定金榜题名啊！我这东西怎么能那么小？不要再。师兄，现在看书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有道理，师兄啊，来了。程家林呢？人这么多，不知道挤哪儿去了。不妨，他肯定在。二位，跳过礼部，监察院直接放榜，史无前例啊！小范大人整顿吏治，我大庆比当焕然一新呐。杨万里，这是杨万里吧？没错，就是杨万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杨兄，我可是早就听说了，监察院这次放榜，就是为了把他的名字加上去。本来就是他，被别人给替了。小范大人觉得不公平，这才闹得这么大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听了什么消息？怪不得，我就说史无前例啊！这，街巷传闻不可信的。小范大人进宫见驾是为了你呀！街巷传闻，你们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？谁呀？小范大人，是陛下。陛下连夜执笔，亲自改的名字。听谁说的？都这么说。哎呀，小兄，我哪会有这么无稽之谈？都是你，惭愧。来了，来了！大人来了！祝各位心想事成！要封榜了！在哪儿呢？公示第5名，特别靠前。卫士榜单，这就是不分高低，都一样的。想喊就喊出来吧！呀！你们看看这3个字，是不是跟其他几个字不一样？好像是啊，看起来特别雄浑呐。绝对陛下亲笔，看来这次榜单是真的公平了。全完了！寒来暑往，屡试不中。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大爷中了！大爷，别白中了呀，大爷！侯兄，你也靠前！侯继昌！我儿子多年有情啊！接着找你，找嘉林。恭喜！程嘉林，程嘉林，中了！险些看漏了，中了就好。师兄，是战力，莫要着急，也许是看漏了，再对一遍。对，再过一遍。
再过一遍啊！二位仁兄，恭喜二位仁兄啊，金榜题名。潜心苦读，下一次必当高中，成军贵言。杨兄，现在榜单已出，尘埃也落定，该去拜访小范大人了吧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既然榜单已出，现在登门拜访，就再没有别的顾虑了。我现在就去询嘉玲。嘉玲啊，你中了，唐嘉玲。我也同去吧，虽然未中，也该上门拜谢。那是自然。